Hello， 大家好，欢迎朋友们来到小鱼儿的频道。那么今天呢，主要跟我们的新手朋友们分享如何从零呢创建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网站。假如最近呢，你想创建一个自己的网站，那么这期视频呢，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哪怕你是一个新手也没有关系因为你不需要懂一个设计技巧，也不需要懂一个编程的知识，就算你从来没有建过网站，也没有任何的经验也不用担心。那今天呢，可以跟着小鱼儿的视频呢一起操作下去。那么这里使用到的一些工具链接呢，我都会放在下面描述栏，我都会放在视频的简介里大家可以打开链接呢跟着小鱼儿一起来创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网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开始。那么在创建网站之前呢，首先我们需要一个主机和一个域名。那这个主机的话，它就像我们的电脑的硬盘一样，它负责存储我们网站的所有的信息文件。那而这个域名呢，就是这个在这个最上面显示的，它就是我们的域名也就是网站的一个名字。比如说大家平时所见的，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域名，它其实就是一个网址可以看到什么.com呢，那就叫一个域名。因为我们首先要有了这个网址，别人才能找到你的网站。这个呢，是我们做网站呢是必备的。那今天呢，小鱼儿还是给大家推荐这一款主机它的名字叫 Hostinger。那这里呢，小鱼儿推荐它的原因呢有两个这个主机提供商。那首先第一呢，是它的价格呢比较的实惠非常适合我们的大众朋友，人人都用得起，性价比很高。那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它用起来也非常的稳定，因为本身我自己也是在用它，非常的稳定，它的速度的话也是非常的快。那么今天小鱼儿呢，就用这个 Hostinger 呢为大家演示怎么样呢快速的创建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网站。那现在来到的呢，就是一个 Hostinger 的一个主页一个网站。那么进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呢，它显示的都是一个英文。对于英文不好的朋友呢，大家也不要着急这里呢，我们回到左上角，在这里这里有一个国旗，我们点一下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有多个国家的语言，大部分的国家它都是支持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右下角这里就是它支持一个中文如果说你对什么语言熟悉，那么你就可以选择什么语言。那这里呢，我就选择一个中文。这个时候可以看到，我们就把它语言呢全部切换到了一个中文。接下来呢，我们点击右上角这里一个产品主机，那我们选择第一个共享虚拟主机。接下来呢，我们回到左边鼠标回到左边，这里可以点击一个享受优惠它的一个价格就出来了。我们点这个享受优惠，那么它就跳转到这里。那这里呢，它一共有3个套餐可以让我们选择。那这里呢，建议大家可以使用中间的，就是28.99的这一个套餐它里面有一些什么功能呢？大家可以往下拉你可以仔细的看。中间这个呢，它是非常适合我们一些普通人使用的，而且价格呢也是最优惠的。我们就把它添加到购物车，点一下。接下来呢，它就跳转了这个页面。那这个页面呢，它又多了一个选择有1个月的。它又给了我们4个选择，有1个月的，有12个月的，有24个月的，还有48个月的。那么这里你就可以选择一个你购买的时间，可以对比一下，可以看到买的越久，那它的价格呢是越优惠的。如果说你的网站比较稳定你可能需要几年你可能长期的做下去，那么建议大家呢可以考虑一个48个月的。这样折合下来它是每个月都比它的要优惠。那如果说你是刚刚开始了，你也可以先选择1年为什么建议大家先选择1年呢，而不是1个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费用的一个差距。选择12个月的话，它也还可以免费赠送你1年的一个域名。大家都知道，这上面我们开网站建立网站一定要有一个域名可以选择12个月。这里呢，我就以这个48个月为例我们就这里直接选择。那除了赠送这里可以看到这里48个月的话，它除了免费获取1年的域名，它还免费赠送2个月，就相当于是刚好50个月。那选择好之后呢，我们接着往下拉。这里呢，登录你的一个 email 邮箱可以看到邮箱密码，或者说呢，你可以直接用你的谷歌登录也是可以的。那登录好了之后呢，我们接着往下拉在这里呢，你选择一种付款方式国内的小伙伴呢就可以直接选择一个支付宝支付，或者说一个 PayPal 支付。那接下来呢，你输入你的一些相关信息一些地址就可以了这里呢再往下拉，直接呢提交安全付款。
那么很多小伙伴呢，可能新手朋友呢有疑惑啊，怕我在试用的时候出现一些什么问题。那这里呢，你也不要担心啊，我们可以看到这后面呢，它是有一个30天退款保障。那么在你使用的这个30天内呢，有任何的问题呢，你都可以选择退款。那提交付款啊，用你的支付宝呢扫码就可以付款。那么付款成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登录。那这里我们回到首页啊，在这个上面呢，右上角这里啊有一个登入啊，我们直接点这个登入。付款成功之后呢，你会收到一个邮件啊，它会告诉你已经购买成功啊，也会给你一个免费的域名啊，大家可以注意一下。点击登录之后呢，这里呢用你的一个谷歌邮箱啊，一个密码来进行登录就可以了。登录好之后呢，我们就来到这样一个页面。那么同样，如果说你进来之后呢，你的语言还是一个英文呢，在这里呢可以看到一个国旗，我们点一下啊，这里面一样也是你可以选择一个语言啊，这里呢就选择一个中文就可以了。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主页，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网站，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主机，这是我们的一个域名。那么我们选择第二个啊网站，这里呢过来我们选择一个，那这里呢有一个添加网站，我们点一下。那这里呢有几个选择啊，第一个呢是用一个 WordPress 一个建站，第二个呢是用人工智能 AI 的一个 Hostinger 来进行建站，那第三个呢是从外部迁入网站。那么这里呢我们就点第一个啊，用这个 WordPress 来建站。那接下来呢，你需要回答它的一些问题啊，这里它会给你提问，这里需要输入我们的一个语言，可以看到第一个呢是一个语言选择，选择你的一个语言啊，接下来呢输入你的一个电子邮箱啊，再输入一个管理的密码。密码可以看到它这下面有6个要求，我们按照这6个要求来输入就可以了。输入好之后呢，我们就直接点击下一步。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网站啊？可以看到这里，比如说是一个在线商店，这里一个博客、网上名片、作品集等等。比如说我们就选择一个博客，点击下一步。那么这儿又出现2个选择啊，你准备如何开始构建你的博客？那有一个预建模板啊，它有现成的网站，还有一些网页图像，那还有一个标准的主题啊，有一些整体的外观风格的布局。那么同时在构建的页面呢，填充内容的同时呢，它会为你提供灵活性和控制。那这儿呢，你可以选，也可以不选，也可以直接点击一个跳过。那这里我们选一个标准主题，点击下一步。这里呢，它下面给我们提供了几个模板啊，它问你呢，它叫你选一个啊适合的一个模板。这里呢，我们就选择这个模板。那为什么选择这个呢？这个模板呢，它里面的功能很多啊，非常适合我们去建站。那我们就这里就勾选一下，勾选好之后呢，我们就点击下一步。那它问你呢，现在需不需要安装一些插件？这里呢，我们就现在先不需要啊，我们可以自己后面去添加一些插件。那我们点下一步。那这里呢，还是问你需要添加哪些插件啊？这里呢，我们都不需要，我们直接点跳过。它是问你想用人工智能生成一个内容吗？那么这里呢，我们不用人工智能啊，我们直接点击跳过啊。这里呢，它让你使用一个域名。那当你购买了1年或者2年或者4年的一个 Hostinger 的一个主机呢，它会赠送你一个域名。大家呢可以把那个域名呢就直接填到这里。那我这里就直接点击域名填好就直接点 OK， 可以看到现在呢，它带我们来到了一个后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点击这里一个我们刚刚创建的一个网站啊，网站创建，点击一个管理面板。那么如果说你没有跳转到这个页面也不要紧啊，大家可以在这个后面呢，在你的网址后面加入一个 wp-admin 啊，也会跳转到一个后台。来到这里之后呢，我们可以鼠标回到左侧啊，最上端这里有一个网址，这下面呢有一个查看站点。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点开看一下啊，因为这是它默认的一个，它默认给我们安装的一个主题，我们可以点击查看一下。那这个主题呢，我们不喜欢，等一下呢，我们直接来替换这个主题啊。这里呢，我们点击左上角啊，我们点这个 W 啊，回到一个后台。这里大家都可以看到啊，我们的目前的一个版本呢是 6.5.3 的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版本啊，它的更新呢是非常的快。接下来呢，我们就回到左侧栏啊，这里呢可以看到有一个外观，我们点一下啊，这里有个主题啊，我们来更换一下主题。我们这里点击这个左上角安装一个新主题，可以看到这里面呢有很多一些热门的一些主题啊，非常的多。今天呢，我们就安装这个 ASTRA 这个主题。那如果说你没有看到这个呢，我们也可以在左侧这里呢搜索一个主题进行搜索也是可以的。
它直接就可以把它搜索出来。搜索之后呢，你可以直接点击一个安装啊，我这里已经安装好，并且已经启用了，我们就可以预览一下这个主题。这里呢，我也是建议大家来安装这个模板，因为这个模板呢，它里面呢还有非常多的一些模块它呢比较适合我们做网站需要的一些模块，它都有。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呢是它的一些布局。那等一下我们是要进行更改的。那么安装启用了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这个主题。安装启用之后呢，可以看到这里呢跳出来一个插件，它呢让我们安装这个插件，就是这个 STRA 的一个它这个模板主题的一个插件。这里你可以直接点安装，如果不安装的话，你也可以到插件这里来找安装新插件。那么这里呢，我们再点一个安装新插件，右下角在这里来输入这个插件的名字。那么跳出来的第一个插件呢，就是我们需要找到的这一个。这里呢，我们直接点立即安装它正在安装。因为这个 Elementor 的话，它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 WordPress 里面的一个模板因为它里面自带了很多非常多的一些高级的一些功能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安装上。那安装好之后，我们要点一个启用。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它自动跳转了这样一个页面。跳出来之后呢，我们点击这边这个点击这个使用模板构建，可以看到给我们推荐了非常多的一些主题模板。这个上面呢可以看到还有一些分类比如说一些餐厅酒店，还有电工空调这些个人护理专业人士金融会计、个人网站，还有社区，还有电子商务、博客等等，非常的多这里我们可以点一个进来看一下。那可以看到是一个户外探险的一个模板，非常的不错。这里呢，我们回到这边可以我们鼠标回到右边，这里我们点这个，回到左边点这个叉，可以先关掉。根据你的一个需求来选择一个适合你的一个网站。这里涉及到的网站非常的多不管你是哪个行业这里面的模板基本上都可以满足我们这里可以看到真的非常的多。那比如说简单的说一个像医疗方面的。那在这里面你还可以看到它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带黄标的那带黄标的是什么呢？这个呢是需要付费呢才能使用这个模板但是没有关系它里面有很多免费的模板这里带黄标的付费的也很多。那如果说后期你要付费的你觉得付费的更适合你，那也是可以的。这里呢我就选一个，这里选一个时尚博主，这里呢我就随便选一个来给大家示范一下。我们就点这个我们先来预览一下这个模板。那可以看到这个模板呢，它是一个儿童保育的一个博客。当然你还可以选择其他的，比如说这个时尚博客时尚生活方式博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对这个网站呢进行一个简单的布局。下一步点击这个继续。那这儿呢，它会让你选择功能，可以看到这里呢有一些功能。如果说你想要功能，你就可以把它添加上，比如说一个从你的网站在线收集捐款或者说一个自动化和集成这个销售漏斗这里你可以把它添加上。我们点击下一步继续。这呢我们还可以点击一个返回还可以再返回，那又回到我们刚才这里。那我们这里呢其实可以先简单的对我们这个网站来进行一个编辑。比如说这里一个 logo 你可以点击这里来先上传一个 logo 提前把这个 logo 呢就给它先上传好。那这里一个字体，你可以看到这里的字体你也可以对它先进行一个调整，喜欢哪种风格的一个字体可以看一下。字体还是有10多个字体比如说这个或者这个，粗一点的字体就这个或者这个。那这里颜色呢也可以简单的进行一个调整，点击我们点击这个倒三角这里面有风格1，你可以看一下选一个你喜欢的一个颜色。那么你可以看到它的背景颜色在发生一个变化这个带点黄色。这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颜色可以看到要深一点，这个颜色有一点轻微的一个变化这个呢要绿一点，这个是带点偏黄的这里我们就可以先简单的调整一下。我们点击继续。那这里呢就像刚才一样你如果说想要添加这些功能呢，你就添加比如说想添加一下就打一个勾，那不想添加呢就直接跳过这个步骤直接又点击继续。它这里说了已经到了最后一步了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这里呢你可以选择一下。那我们这里就直接提交，它就开始创建我们的网站，点击这个按钮。那么可以看到正在创建我们的网站。所以说现在你不需要写代码，你也不需要会编程什么的那么直接这里面它自动化就可以帮我们生成一个网站。所以说新手朋友们，如果说你想创建什么网站，你可以按照小鱼的这个步骤来操作我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网站已经创建好了，你看
刚刚他用了41秒就已经帮我们创建好了我们的网站啊，简直不敢相信。那如果换做以前的话，可能你要几天几夜，你要写各种代码，你才能创建一个网站。所以现在创建网站真的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OK， 我们现在呢就去查看我的网站。那可以看到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网站。那我这儿是一个关于时尚的一个网站哈，我们可以简单的预览一下啊，它的一个效果还是非常的不错哈，可以看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对这个网站进行一些简单的设置。那么我们点哪里呢？接下来我们回到这个左上角，这里有一个编辑页面，那我们点一下。那这里我们直接点这个叉把它关掉。可以看到这上面所有的字体啊，我们都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更改。比如说这儿我写一个小鱼儿，那我们直接在这里输入就可以了。那么可以看到这里的字体它就已经改变了。那当你选中这个更改的地方啊，选中这个区域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这上面它有一排的按钮，可以看到这里呢有一个拖动上移，这里还有可以把它变粗啊，斜体。那这里可以加入一个链接啊，这里还有一个更多啊，这里面还有一些啊，它这个里面显示不了的，在这里面可以看一下。这个不喜欢的话，你还甚至可以直接把它删除。我们直接点击这里把它删除 ，OK， 这里就没有了。回到这边右侧啊，这里可以看到，你可以把它居中啊，也可以把它靠右啊，也可以把它靠左啊，也可以把它居中。那么这里一个文本的颜色呢，我们也可以更改。我们点击这个按钮，这里有一个文本的颜色，我们可以点一下。点击中间这个按钮，这里呢选择，你看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白色，我们选这边这个颜色。那这里呢，你可以选中中间啊，在这中间来取色啊，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颜色，那么都可以。可以看到现在这是一个渐变色。那这里后面这个图片不喜欢了，这里呢你还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更改啊，你这里可以上传我们的图片，可以上传，也可以它的媒体库里面也是有图片的。比如说这个啊，你可以直接更换。选中之后呢，啊，这里直接点击这个选择 ，OK， 可以看到我们的图片已经改变了。那图像的位置你可以看啊，这里也是可以选。那如果说你不喜欢这个，那么我们这里还可以去让 AI 帮我们生成一个时尚的图片。比如说这里呢，我先用我们的一个 ChatGPT， 我这儿用的呢是一个 GPT-4o 啊。如果说你还没有一个 GPT 账号，描述栏呢也有一个成品账号啊，大家可以呢直接去买来试一试。帮我设计一张横幅图片，那这儿我们给个比例呢是16:9 ，OK， 直接发送给他。那 GPT-4o 呢，大家都知道这里也是 OpenAI 才出来的啊，它这个4o 呢也是可以自带一个绘图功能。OK， 可以看到啊，它这个是一个偏卡通风格的。那么不喜欢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让它重新生成一个真实风格的一个图片。它那个是一个不是真实的一个风格，这张看起来还不错啊。假如说你还不喜欢，其实你还可以对它进行一个调整哈。那或者说呢，用我们的 Midjourney 来帮我们画一个图试一下。那这里呢，我会这样说啊。那么这儿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不满意你的图片呢，让它提供一个提示语啊。我们用其他的一个去生成。那可以看到这下面一个提示语就有了。这儿我们直接复制粘贴它的一个提示语。接下来呢，我们打开一个 Midjourney。打开 Midjourney 之后呢，这里我们点一个斜杠。这如果说你没有 Midjourney 的账号啊，描述栏同样也有啊。小鱼儿这个也是一个合租的账号啊。大家都知道 Midjourney 的它是官方价格是比较贵的啊，那大家可以选择便宜合租来试一下。那这里我们点一个 image， 把我们的提示语输入在这个里面，这里空格一下，给它一个风格啊，输入2个横线，然后再输入一个 AR， 空格一下，输入一个16:9。那这里版本我们就还是再2个横线，输入一个 V 啊，我们用 V6 版本来画图。那这里这张图片我们可以保存起来啊，等会儿我们看一下哪一张好，我们就用哪一张。那这里我们点击这里有一个下载按钮，我们点一下。那我这里再让它帮我制作一个 logo 啊，同样是制作一个时尚女装博客网站啊，帮我设计一个 logo。那 logo 的比例的话是1:1哈。那我们点击发送。可以看到 Midjourney 的图呢已经画出来了啊，它每次会帮我们生成4张图片啊，这里放大给大家看一下，可以看到这个是一次性生成出来的效果。我觉得第1张不错啊，第2张其实也不错，第3张也不错，最后1张呢稍微差一点。那这里如果说你对这组图片不满意，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这个按钮啊，刷新按钮，让它重新生成
点击提交。我觉得这几张还是有不错的啊。我们想要把它下载下来怎么办呢？我们点这个，比如说我喜欢第1张、第2张、第3张，那我点一个 U1， 再点个 U2、U3， 那这个呢就是把图片给它放大啊，然后这几张图片就已经放大了，我们就可以单独保存点击这里有一个下载按钮。那或者说呢，你会直接右键点击鼠标这里呢有一个保存图片。那么这张也已经出来了，刚才我们重新生成放大看一下。我觉得第1张和最后一张还是不错第1张、第3张、第4张都还是不错。那我们还是把第1张给它放大，那还有最后一张我觉得也还是不错。OK， 点击保存。那么我们的图片准备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logo 图片。那我这儿同样生成一个真实的一个 logo 图片那它老是生成的是一个卡通风格的我们这样让它重新生成。这张其实也是可以的，我们点击这个下载 OK， 那我们把它保存在同一个文档里面。好，回到我们刚才的编辑页面，那我们把这个图片取消，我们重新上传点击这个上传文件，点击选择文件。那这里呢我们就选择这几个美女，点击打开 OK， 这里我们点右下角这个选择，可以看到这几个美女还是非常的不错。那么这个字体的颜色不太明显我们这儿可以把它改变一下，那这样呢就好一点了。那图片好了之后呢，我们这里点击一个更新。那大家记得一定要更新不然你可能就白上传了。接下来呢，我们回到这个左上角，这里有个查看页面我们可以看一下。那我们这里呢直接回到这个后台之后呢，我们点击左上角这里呢 W 的旁边这里有一个网址，这里有个查看站点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把它这个地方编辑过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更改一下它里面的，可以看到它这个 logo 我们想改一下。那接下来我们点这个自定义，比如说我们想要更改这个，可以看到我们要更改这个 logo， 我们点一下。那这里呢，它会出现一个笔我们点一下这个笔。接下来呢，我们就这里可以更改这个 logo 我们点击这里更改 logo， 那我们上传图片，选择文件，我们刚才的这个 logo。那么这个呢，图片它显示应该是无法插入不过没关系，我们可以重新去生成。那同样我们让它给我们一个提示语，我们用Midjourney来生成一下，这是一样的，它的比例是1:1再来2个横线是 V6 版本 OK 发送。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Midjourney 生成出来的效果感觉更好，我真的非常喜欢特别是这个第1个，我觉得第2张这个效果特别好。那我们直接点这个 U2， 这个 logo 真的非常的有个性大家可以用 Midjourney 来多来尝试一下。同样把它保存起来，那回来我们再来上传文件那可以了刚才那张图片不知道是像素不清晰还是什么原因现在这张可以了，我们直接点击右下角这个选择，它需要裁剪一下，那我们就用上面半截点击裁剪图片 OK， 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我们的一个 logo 呢已经改变了。那你可以看到这个 logo 呢，你可以把它变大一点，那变大一点你可以发现它下面的图片就小了那 logo 大，那下面的图片就小， logo 小了，下面的图片就大这里这个宽度大家可以调差不多在这个位置就可以。这儿我们直接点击一个发布，在这个下面呢，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左下角这里有一个电脑端这里还有一个平板端，还有一个手机端，我们可以看一下。那这个呢就是手机端的一个效果，这个呢就是平板端的一个效果。那么可以看到这里面这个图片还没有更换我们一样的可以对它进行一个修改。这个修改的话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修改，这个呢就是一个电脑端的一个效果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点击这个左上角的这个叉，我们把它关掉，又回到我们的一个预览页面我们可以刷新一下看。那这里呢，我们的 logo 改了我们的这个横幅这个图片也更改了。那接下来像下面这些图片呢，你也可以对它进行修改，同样还是点击这个编辑页面，这里往下拉，比如说选中这个图片可以看到这边呢，我们就可以替换这个图片点这里。比如说我们把它换成这个美女，点击选择，那可以看到这个图片就更换了。那这里呢可以看其实是一个16:9的一个图片现在换成它是一个9:16的图片现在换成了一个16:9的图片。那么这里图片呢，大家可以用我刚才的方法可以让 GPT 呢给你一个提示语，比如说呢这里给我写10个时尚美女图片的提示语
那什么服装要描述清楚的，直接发送给他。现在有了 AI， 其实我们做图的话非常的简单。那这里提示语就出来了哈，我们可以试一下。我们打开 Midjourney， 在这里点击一个输入我们的提示语。那在后面-AR， 我们要个9:16哈，-V 用 V6 版本。这里放大给大家看一下，太时尚了啊！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时尚美女。我觉得第一张就可以哈。那我们这儿直接把第一张放大，直接保存。接下来我们再重新上传哈，这个图片太小。那 Midjourney 生成出来的图片啊，真的是非常的高清，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礼服哈 ，OK， 这里我们直接选择，不错，可以看一下。那我们这个图片呢就更换好了。那这些文字啊，大家都可以对它来进行一个编辑。那么你的网站想要什么样的，你就直接对它进行一个更改，那这个网站就是属于你的一个网站了。更新我们就更新一下，我们再查看页面看一下，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的这张图片就换成功了。那接下来呢，你还可以对这个菜单栏啊，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个底部栏啊，对它进行一个更改。那这里呢，我们该点哪里呢？我们就点击左上角点这个自定义。那这里你可以看到啊，在左侧这边呢有一个特别栏啊，有一个页面，有一个页眉，还有一个菜单啊。这里是我们的菜单栏，我们要更改的话，我们就把菜单栏旁边这里有一个笔，我们可以点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对这个菜单呢进行一个编辑。那这里你可以看到啊，我们这里可以直接点击这个菜单，也可以创建一个新的菜单啊。这里面已经有的可以看，有主菜单、2级菜单，有页脚菜单。我们拉到底呢，我们可以对这个页脚的菜单呢进行一个更改啊。页脚的这个最下面这里呢，它同样有一个笔，你可以选一个文本的颜色啊。这里可以看一下文本的颜色，我们点一下啊。刚才它这里是不太显眼的，你看哦，我现在把它变成一个红色啊，它就明显多了。或者说选成一个黑色，那么还是这个选一个亮一点的颜色，红色也可以。那这边呢也可以改一下。那这里可以看到，这边再点这个按钮呢，这个背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里背景的颜色我们也可以换，可以加一个，你看这样的话，这个字就显眼了。那这个字体的大小可以看一下，你也可以调整啊。刚才太小了，那么你可以给它稍微拉大一点 ，OK。那这个字体你可以给它对齐或者居中啊，居中就可以。好了之后呢，你就可以点击一个发布。那你还可以从这里配置菜单，我们点这个啊，你可以在这里编辑菜单啊，你也可以创建新的菜单。可以看到这里呢，首页就是我们的首页，然后这里我们菜单栏有3项，那你还可以在这里添加一项，在这个新页面这里搜索一个 iOS， 我们添加一下，可以看到它就给我们又增添了一个页面。那这里呢，你还可以跟它进行一个重新排序，那它啊可以移动它，更改它的一个位置，你想把哪个放在前面都可以。好了之后，同样还是点击一个发布。这里呢，你可以点击这个3角返回，也可以点击这个下面，可以点击这个下面这个笔来进行更改。比如说现在这个排序啊，或者这个字体的大小，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拉得小一点啊，这样就比较合适啊。你有4项了，那么就可以把它拉小一点。这里呢，编剧啊可以看到菜单间距、外距这些你都可以调整啊，所有的调整好都要点一个发布。发布完了之后呢，我们就直接点击这个左边的这个叉，把它关掉。这个时候又回到我们这里刷新一下，可以预览一下我们制作的一个效果。那这个下面可以看到就已经更改了。那么根据你自己的一个需求呢，更改好之后呢，这个网站呢，它就属于你自己的一个网站了。OK， 那今天小鱼儿的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喜欢小鱼儿呢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如果说你对建站感兴趣的话，你还可以观看小鱼儿的其他视频。